谁来告诉我哈，哪里有那么多的有钱人？就算在北京也没有你们想象中有那么多的有钱的人。最近我接触到一个群体哈，他们这些女孩呢，到处去参加一些高端相亲局，其中有几个女生呢，就提出来几个疑问。有个女生就说，她觉得这些男的还是不算有钱，那些真正有钱的人啊，根本不会来相亲的。所以这些在大众眼里千万资产的人，在他们的眼里仍然不算有钱人。还有个姑娘跟我说，你这里有没有排行榜上的类型的人？我差点被她的想象力闪了一下腰啊。我说没有啊，就算有，她也不可能找你。最有意思的啊，就是这个女生哈，她说生活中谈过2任男朋友都是高资产的，第一任是因为后来升职为某公司的副总分手了，第2任呢是因为性格极其古怪啊，所以呢她接受不了分手了。所以她现在哈来找呢，她就要找那种高资产的，并且要求我啊多给她发一些高资产的人的资料。她想选一选挑一挑，我差点就喷饭了哈，还你挑一挑。就颜值啊她就过不了关啊，根本就不是那些高资产人的选择范围，她就没有好好分析过啊。第一任为什么要跟他分手？不就是因为他们的地位有悬殊了吗？对方觉得他已经配不上他了吗？对不对？第2任呢，就是因为极其古怪的性格，所以呢不被其他的姑娘所接受，所以呢他才会选择你呀，而不是因为你天生就有吸引高资产人群的能力哦。最后还有一位姑娘说，她发现参加了几次之后啊，总有重复出现的人哈，那我就笑了。我说那不是必然的吗？你以为满大街都是有钱的高资产的人群吗？啊，还能任你挑选，简直就是笑话啊！大家说是不是？虽然你是公主啊，也没有什么了不起，那人家还是个王子呢。昨天呢，有一个女生跟我说啊，我给她介绍的一个男孩子啊，最近啊把她拉黑了。2周前，这姑娘啊跟男孩见面以后啊，双方都很满意的，他们2个都是富二代，家庭条件和个人条件都非常般配。然后呢，彼此交换了微信之后，就开始约会了。第一次约会在餐厅，女孩呢路上有点堵，迟到了1个多小时。半途的时候，男孩就问她到哪儿了啊，等的确实有点不耐烦了。女孩呢偶尔迟到一会儿啊，一般来讲是可以理解的，但是1个多小时啊，还是真的有点过分了，对吗？但是女孩到了地点之后啊，不但没有跟男生道歉，反而责问男生说，我在路上开着车呢，你为什么完全不顾及我的安全，不停地催我呀？她觉得男生特别的不绅士。这一顿饭吃下来，男生还是觉得有点歉意啊，那所以对她呢照顾有加，细心体贴。于是呢，女孩那个气也就消了。可是这个时候，男孩对女孩的印象却有些减分了啊。他不但迟到了啊，不道歉，好像男生等他也是应该的。而且呢，这顿饭的中间啊，一直就是男生在照顾他的喜好，而他呢，只是在审视对方的一言一行啊，自己却没有任何的作为。第2次约会呢，2个人啊是去看电影，先约好了的看什么电影，结果临到要开演了，突然啊，女孩说不想看这个了，要不要换一个？男生呢又跟他重新挑选啊，2个人花了1个多小时才决定看什么。在电影院里边呢，中途男生口渴了，顺手啊去拿旁边的矿泉水，因为太黑了看不清，结果呢就抓到了女生的胳膊。这个女孩啊快速的啊抽离了，并且立刻马上来了一句啊，干嘛呀？我可不是那种随便的人啊。男生很尴尬啊，因为在电影院里啊他又不方便解释，心情被弄得很糟。回家以后啊，男生已经开始有点下头了啊，感觉这个公主脾气啊太大了啊，真的是不招人喜欢。可能呢是从小到大呀被骄纵惯了。那第3次的约会啊，直接就夭折在了微信里啊。女孩说要约周日啊，周6她有事儿，结果男生呢把时间弄错了啊，把周日呢安排出去了。这下又惹怒了公主啊！她对男生说，你对我说的话怎么就一点都不上心呢？啊，你到底能不能认真听别人说话？男生说啊，那我以后就认真听你说话好吧。本来男生是想调侃一下的啊，结果这句话对于这个女生来讲就是在怼她啊。她马上就回应男生啊，说看来你适合找那种舔着你的女生，那种女生普遍都会哄人啊，嘴也很甜。于是2个人啊就在微信里你一句我一句啊，就这么吵起来了。最后男生就说了一句，你要是不会说话啊，可以少说，真的是一句比一句难听，你可以闭上你的嘴了，你这个人极其的没有礼貌，知道吗？你有什么资格对一个并不熟悉的人进行评价？你是一个做事情没有计划随意更改啊，什么事情都要以自我为中心的人，迟到了都不懂得道歉，
也不懂得赞美别人，总是在找别人的问题，放大矛盾点，还喜欢随意评价别人的人。说完之后呢，等这个姑娘啊打了一长串文字啊发过去的时候啊，发现自己已经被对方妥妥的拉黑了。这个时候啊，这姑娘就开始对我说了啊，哎呀，我发现现在的这些条件好一点的男生简直太膨胀了，看不清楚自己是不是啊，都以为自己配得上我呢。他们也不想一想，像我这样的女孩子，在他们的现实生活当中和生活圈子里是很难接触得到的，好吗？你们觉得啊，这两个人到底谁对谁错呢？啊，你们怎么看这个事儿？来，咱们到评论区聊一聊吧。现在正常人都变少了吗？来相亲的男生女生经常说现在找个正常人谈恋爱都非常的难，真的那么难吗？男生是这么说的现在的女生要么就挺渣的男朋友同时谈好几个，你也不知道人家到底把自己当哪个要么呢就是遇到很捞的天天跟你要这要那物质的不得了，跟他在谈恋爱太穷了根本谈不起，最后可能一句话不合适让你人财两空。要么呢就是遇到普信的天天觉得光棍3000万自己根本不愁嫁，得好好挑挑选选，各种 PUA 你打压你让你觉得自己什么都不如别人，什么都不行。还有慢热女明明就是不喜欢嘛，说自己慢热，要男生的态度找到感觉才能确定关系，就不知道要谈到猴年马月了他才能有感觉。总之呢也等不起还有呢作女，谈个恋爱吧，把男人当奴仆各种要情绪价值，各种宫廷式的伺候各种当跟班男人们还受得了吗？那女生怎么说的呢？也有不少怨言他们说现在抠门男士最不能接受的舍不得花钱拿不出态度，还要求女生跟他谈恋爱确定关系，怎么可能呢？什么都不想付出，就想得到结果了不播种还想收获呀，纯粹就是想白嫖嘛。谁又不是傻子，好不好？还有那种凤凰男，一毛不拔，还想跟女人蹭吃蹭喝动不动要搞个什么项目，还让你投资给他花钱，一副想吃软饭的样子真可恨。还有一种巨婴男，可千万别碰上了，他可是给不了你什么情绪价值的，内心就是个小男孩，情绪不能自理，生活也不能自理，最后给你扔个烂摊子让你收拾谁受得了呀？最可怕的就是渣男了那手段太高明了，话说的好听，事儿做的好看钱呢也会给你不少花，但人家就是跟你玩玩不会把你娶回家。最后呢还有一种摆烂的躺平了，你爱谁谁吧人家就像爷一样的心态，不追求不讨好，你愿者上钩吧，这辈子不娶媳妇儿不生娃也能过得很潇洒，一言不合就冷暴力懒得理你，佛系人生了咱就说说这世上还能有正常点的吗我都替他们着急了，真的是挺难的。